Hello，大家好，我系林浩。时光飞逝，万象更新，在此呢，先向大家拜一个早年。那明后2年呢，也就是丙午丁未年，乃天地火气鼎盛之年，既是3元9运当中九子离火的真正显化，也是命理中所说的赤马红羊之岁。那么天命流转，火势燎原，丙午丁未之年呢，万物皆动，气象剧烈，而人的健康呢，更是首当其冲的。那在上一期呢，我们探讨了丙午马年的情感迷局和正缘指引。那么今天呢，我将为大家带来更根本的一课啊，就是丙午马年健康终极指南，为你揭开火年之中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命里隐藏的健康结束，以及那一套真正属于你的养命之道。你是否也曾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有些病，它总是在重复呢？那为什么明明在养生，却始终不见好转呢？为什么我的情绪起伏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不听使唤呢？别再简单的归咎于年纪或者劳累了。那么丙午火年呢，这把由天干地支共同点燃的烈火，它不是来折磨你的，而是为你显形的，显形你体内早已存在的能量失衡，五脏深处潜伏的健康危机，以及你一直不愿正视的体质真相。那么今天呢，就从你的八字日元出发，结合面相、命理与风水，一同照见你的健康宿命，找到那条真正能够遇火而生的养命之路。为了回馈粉丝朋友一直以来的厚爱与关照，所以呢，我把最后的健康篇内容做得极其详细。所以本篇呢会分成面相加命理健康、风水健康上下2篇进行发布。那么每周呢更新2期。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甲木日主，也就是阳木是为烈火焚木，肝系统告急。甲木参天，脱胎要火。那木火通明，本是才华绽放之象。而丙午年关于丙火为太阳灼烧，地支午火为炉灶猛火，那双火夹攻已非脱胎，而是焚身了。那么此为食伤泄秀过度，反成泄身之灾。那木呢，在五脏属肝，在腑为胆，肝藏血，主疏泄。那过旺的火呢，会消耗大量的肝血也就是阴液，导致肝阳无所依附，向上冲逆形成了一个上火下虚的危症。那如果从面相上来说呢，眉间悬针煞肝郁化火，心君受扰。那眉间有一条竖纹呢，它并非普通的皱纹，而是一条深直两端尖锐的纹路，那仿佛一柄剑悬于印堂。那在面相学当中呢，印堂为命宫，是整体运势和心脑功能的一个聚合点。那么这个纹的出现呢，直接表示肝气不舒已经到达了极点，郁而化火，火性炎上直克心君也就是心脏。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肝为什么呀？将军之首人的谋略、思虑都出于此。那长期的压力思虑过度最终会导致肝气的郁结。那肝郁化火后呢，火邪会循着这个肝经上扰轻则头痛失眠，那么重则呢是冲击心脉。丙午火年呢，此纹如果加深或者变红，是中风、脑梗、心梗的这么一个前兆信号，预示着心脑血管已经不堪重负了。还有一点呢，就是眼尾赤脉贯经肝血亏虚，风动于上。那眼尾呢有一个鱼尾区域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鱼尾纹那在面相当中呢对应着夫妻宫，但更深层的呢是少阳经与心经的运行区域。那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赤脉，那并非简单的熬夜所致，而是肝血虚亏导致虚风内动的表现。那肝开窍在目，肝血不足则目失所养，津液枯涸，血管呢被迫凸起，肝风内动则带动气血上冲而后分于眼周。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这个是水不含木肝阳上亢的这么一个典型特征。那么肝血也就是阴不足，无法制约肝阳也就是阳，导致阳气抗逆向上。那在身体内部呢，这个对应着血压的波动巨大，血管痉挛，眼底动脉硬化等等一些的问题
那丙午火年呢，此象啊也意味着身体内部的风火已达到燎原之势。还有一点呢，就是鼻梁上青筋显现，那肝血瘀滞啊，寒热交错。那鼻梁呢，在面部的全息理论当中呢，是肝脏的直接反射区。健康的鼻梁啊，应该是洁净光滑、润泽的。如果见到青筋，也就是皮下静脉的这么一个显现，颜色青紫啊，代表肝经血瘀严重啊。青色主寒呢，主痛，主瘀。那么甲木日主呢，在火多木焚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并非纯热症，而是形成了肝郁血瘀，瘀而化火的一个复杂格局。那局部呢有寒凝血瘀啊，那整体上就有虚火上炎。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这个也揭示了肝的疏泄功能严重失常，导致气机不畅，血行受阻，肝血瘀滞，会进一步的加剧肝血的虚亏，形成恶性的循环。那在健康上呢，这个直接也指向了胆囊息肉、结石、肝脏代谢功能衰退啊，比如一些脂肪肝啊、肝硬化早期等等气滞病变的这种可能。那这根青筋呢，是肝脏发出的沉默的求救。那么鼻梁啊，也就是肝的反射区。那这个皮肤下方呢，出现了隐约的青紫色血管，则代表肝血啊瘀滞已深，解毒功能呢已经超了负荷。那在丙午年呢，要注意的健康，也就是以下几点了。第一啊，心脑血管系统，那肝阳上亢直接冲击了你的颠顶啊，就容易偏头痛，尤其是太阳穴跳痛啊，将成为一个常态，需要警惕啊，一次性的头晕、眼前发黑等等的这种中风前兆。那么肝胆系统呢，肝的解毒功能下降了，胆汁分泌异常，不仅容易患有这种结石的问题啊，容易急性发作，更需要注意呢药物性的肝损伤啊，切忌乱用保健品。那么神经系统呢，就是肝是藏魂的，那肝血虚亏则魂不守舍啊，表现出这种入睡困难啊，多噩梦啊，容易惊醒啊，而且在白天也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很容易在盛怒之下突然发昏啊，或者是心脑血管的这种意外。第二点呢，就是丙火日主，也就是阳火啊，是为烈焰滔天之象啊，心脑血管受冲。那么丙火为太阳之火啊，其势猛烈呀。当丙火日主逢丙午流年啊，构成了神煞之王阳刃格。那此非普通旺火呀，而是火势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这么一个极阳的状态。那在命理当中呢，阳刃啊，既能代表极致的能力，也预示着极致的损伤。那心在五脏当中属火呀，为君主之官。那此时呢，就如同一位君主正在身处烈火包围的这么一个宫殿当中，虽位尊而实为。在这种命局当中呢，形成了壮火食气之象。那过旺的火气呢，不仅会消耗心阴更会消耗生命的根本，也就是元气。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看面相了。那如果说你的印堂就是你的额头赤红如焰那你就注意了，心火着宫，神明受扰。那印堂呢，在面相学当中呢，称之为命宫或者子气宫，其实是观察一个人心神状态的首要部位。那正常呢，应当为明润黄光。那如果说在一种持续不退的赤红色甚至是这种赤红色蔓延了整个额头，也就是天庭嘛，此为火炎坤岗之象，是心火过旺直冲天庭的这么一个威后。那相书有云呢，赤色现于额，心火焚天庭，那主急症暴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对应着心火炽盛扰乱神明的重症。那《黄帝内经》当中也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那这种面相的人呢，心阴严重的不足，虚阳外越不仅会导致失眠烦躁更是为高血压的这么一个危象，脑出血的一个明确的前兆。心奇华在面这种赤红呢，是内在危机的彻底暴露。第二点呢，就是舌尖赤烂刺芒，这叫火毒蕴结，血瘀脉络。那舌头呢，为心之苗，又为脾之外候。健康的舌象呢，应为淡红明润。若见舌尖呢特别红赤，伴有溃疡或者红色刺芒，也就是所说的乳头充血呀，
那舌苔呢黄厚干裂，舌下2条静脉也就是津津还有玉液变得粗大暴胀那么颜色紫黑，这个就是心火翻浊的舌诊3联症。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舌尖属心，那芒刺呢是火毒外发，那舌苔黄厚为热以入里伤津，那么舌下静脉怒张呢，则是热破血行、淤血内停的铁证。那这说明火热之邪已不在气分而在血分了，形成了热、瘀、毒相互交结的复杂病机，很容易引发血栓类的疾病血管的炎症。那还有一种面相呢，就是法令纹呢，它焦黑断续这个叫啥？这叫心脾两虚，宗气下陷。那法令纹呢，就是从鼻翼胃经的起点延伸至嘴角的这么一个纹路，代表一个人的权威、纪律以及中焦气机。如果这个纹路呢颜色焦黑如烟熏，晦暗无光，或者纹路断裂、模糊不清，那这个在面相学当中呢叫腾蛇入口，是大凶之兆那预示着消化系统与心肺功能的双重崩溃。从中医上来讲呢，这个是子病及母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表现。心火过旺，也就是子反克肺金，进而过度消耗脾土也就是母的能量。那脾主肌肉其华在唇，脾气虚极，无法上荣，故法令纹呢就会显露出败相了。这标志着宗气积于胸中，贯心脉行，呼吸之气下陷，从心火亢盛的实症转向了心脾气阴两虚的危症。如果你是丙火日主，你又出现了以下的问题，你就要注意了。如果你发生了心悸可能不是普通的心悸，而是心体失养的质变阶段，那急需警惕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左胸放射性的疼痛，那这个是心梗的前奏那心脏瓣膜的问题，急性心肌炎还有一些风险的激增。还有一点呢，就是免疫系统，那心火过旺就会导致营血伏热，那身体一直处于低度的炎症状态，不仅什么口腔溃疡更要预防带状疱疹，也就是叫舌缠腰，也有叫盘舌疮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急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精神系统。那心主神明，火邪扰心，会从初期的烦躁进展为焦虑症惊恐障碍，也就是有一种濒死之感，甚至呢还会出现短暂的现实解体感，这个是神明即将离位的终极警告。接下来说的呢，就是戊土日主了。那火炎土焦，脾胃系统会出现崩陷的问题。那戊土高亢，遇火则生。然而丙午呢是双火夹攻，已非正常的相生，而形成了命理中著名的火炎土焦格局。那这个就不是滋养了，而是抗害。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脾胃属土，主运化，为仓廪之官，那气血生化之源。当土被烈火烤焦，则失去其受纳、腐熟转输之能。那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上火，而是真阴受损，脾土板结的根本危机。那戊土日主呢，在这个年份面临的是后天之本，也就是脾胃被先天之火，也就是命火过度消耗的严峻局面了。那如果你出现了以下的面相特征，你就要提高警惕了。第一呢，就是鼻头红赤晦暗，那这个叫湿热困脾，正气已伤。那鼻头呢，在面相学当中被称为准头这个是脾胃功能的直接映照。那健康的准头呢，应该是黄明润泽。如果见到持续的红赤比如有一些酒糟鼻，或者有这种酒糟鼻的倾向而红中透暗，如蒙尘垢，那此为呢土中伏火之象了。那红色主热晦暗主湿主虚，形成了湿热困脾，正气已伤的这么一个复杂的病机。那相书有云准头赤色，脾胃实热；准头暗至，中气已虚。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这个对应着脾胃湿热、运化失司的这种重症了。那此象呢，不仅代表着浅表的炎症，更深层意味着脾胃的升清降浊功能紊乱，
导致湿邪与热邪相互交结啊，难以去除。那这个呢，就是慢性胃炎啊、胃食管反流，还有什么肠道菌群失调的一个典型标志了。而病情呢，往往是反复的，难以痊愈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唇色苍白燥裂啊，叫津血不生，吐湿灌溉。那口唇呢为飞门，是脾胃之华彩啊，外观之处。那《黄帝内经》说了啊，那口唇者，脾之官也。那正常的口唇颜色呢，应红润有泽。若见唇色苍白无华啊，失其红火。那同时呢，表面干燥起皮，甚至是裂口出血，此为脾不散精的危候了。那苍白呢，是气虚血少之象；燥裂呢，是津液不上承之症。那中医认为呢，这个是脾胃气阴两虚的铁证。那脾气虚，则无法化生足够的气血上溶于唇；那胃阴虚，则津液亏损啊，无法濡润口唇。其内在呢，早已出现了严重的营养吸收障碍和液体代谢失调，是贫血、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前期，还有干燥综合症的主要体表信号。还有一点是地格坚消无肉啊，叫苍廪不实，根基动摇。那么下巴呢，在面相当中啊，为地格，代表的一个人的晚运、蓄藏能力以及根基的薄厚。那地格方圆饱满者呢，象征着苍廪实。那如果地格坚消、瘦小啊，皮包骨而无肉，那与面部其他的部位呢，明显的不协调，这个呢就为土薄无藏之象，预示着后天之本的极度薄弱。那么中医当中呢，直接对应着肾脾两虚的终极阶段了。那中医认为呢，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那脾胃也代表的是后天，长期的虚弱呀，无法滋养肾精，也就是先天，那导致肾气易虚，无法温煦脾土。那这种面相呢，意味着患者的能量储备系统啊，已经濒临枯竭了。不仅是消化的问题，更关联到骨质疏松啊、生殖功能下降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深层次的健康危机。那么在丙午火年啊，你又是戊土日主，你该注意哪些方面呢？第一点就是消化系统需要警惕胃黏膜受损啊等等癌前病变的加速发展。那根源呢，在于脾胃气机升降的彻底紊乱。那代谢系统呢，火焦土燥，阴液耗伤。这个呢，就直接导致了血糖调节机制啊出现了崩溃，从胰岛素抵抗确诊为糖尿病啊，发展的进程呢也会大大的加快。同时啊，体液代谢异常呢也会导致全身性的水肿，尤其在午后下肢肿胀就会非常明显了。还有一点就是免疫系统，那脾胃虚弱，百病由生，由于营养吸收的根本性障碍。免疫细胞生成不足，将表现的反复感染啊、过敏爆发或者自身免疫出现问题，如桥本甲状腺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这些病就会比较活跃了。任何小病呢，都有可能蔓延成慢性病。接下来呢，就是说庚金日主，也就是阳金，叫红炉炼金，肺系统筋骨受刑。那么庚金带煞。得火而锐，然而丙午年呢，天干丙火为熔炉之火啊，地支午火呢为锻造之焰，双火夹攻啊，就不是锻炼了，而是形成了熔毁之局。那此即命理当中呢著名的红炉炼金格，形成七杀攻身的极致状态。那么中医认为呢，肺主金啊，主气、思、呼吸，主宣发速降，为相父之官。当金呢溶于火，则肺的功能啊就严重的失调了，金不生水，更导致肾精亏虚。那此格局呢，不仅是呼吸系统受累，更是全身的气机、水液代谢与骨骼系统的这种全面危机。那如果从面相上来说呢，如果你的颧骨出现赤丝缠鬓，那这个就是叫肺热运结，速降失常。那颧骨呢，在面相学中呢为权力之骨，那对应中医学的手太阳小肠经和足阳明胃经的这么一个运行的区域，更是肺气外显的关键部位。那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饱满黄润的。如见网状或者丝状的这种红血丝密布，就如同火燎啊，此为金被火克的一个直接证据了。
那相书云呢，叫颧骨赤丝如网，肺金受火刑，主什么呀？呼吸系统出现顽疾。那中医理论认为呢，这个就对应着肺热蕴结、宣降失司的这么一个重症了。肺热循经上扰，淤结于颧骨。那此象呢，不仅代表肺部的炎症，更深层意味着全身气机升降出入严重的受阻，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啊，什么肺纤维化、顽固性鼻炎的重要体表标志。第二点呢，就是毛发焦黄易折，那这个叫肺肾两虚，精血不容。那中医认为呢，发为血之余啊，而其荣润与否，直接接受到肺主皮毛与肾其华在发的双重影响。如果你的头发呀、眉毛啊、睫毛等等毛发脆弱易断啊，那这种就是金水不相生的危险信号了。那健康的毛发呢，需要肺气的宣发、濡养啊，还有这种肾气的充盈。那这个就表明两大系统其实已经告急了。那同时呢，这个也是肺肾气阴两虚的明确的特征。肺金不能生肾水，导致肾精亏虚，无法上溶于发。那同时呢，肺气虚弱，外卫不顾啊，皮毛就会失养。那这种面相的人呢，其实内在早已出现了严重的能量代谢障碍啊，还有内分泌的失调，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早期的衰老啊，或者是免疫力全面衰退的这么一个重要信号。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看看你的指甲是否凹陷有竖纹，这个是肝肺失调、筋骨失养之象。指甲呀，在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呢，被誉为这个甲为金之余，由肝气濡养，但是它的形态呢也受肺气的影响。如果见这个指甲的面上啊出现纵向这种棱线、凹凸不平，或者你的甲板中心是凹陷的，这种我们叫反甲呀。那甲元上翘，那如果你的指甲呢出现了异象啊，则预示着深层次的营养与气血的危机。同时呢，这个也对应着肝血虚亏、肺湿滞结的病机。那肝主筋，爪为金之余嘛，那肝血不足则导致指甲呀失养。肺主一身之气，那肺气失调呢，则气血不达受阻。那此面相呢，意味着患者的微循环系统或者结缔组织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那关联到自身的免疫性疾病啊、慢性的这种筋骨的劳损啊，或者末梢循环障碍等等深层次的健康隐患。如果呢，你在今年你的呼吸系统有问题的话啊，你就要警惕了，就是可能会超越普通的咳嗽、咽炎，需要警惕什么肺结节啊，还有支气管扩张啊，然后还有一些急性的感染等等重症风险。那肺的速降功能失常啊，会导致大肠传导失司，形成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病变。表现呢，就是严重的便秘或者腹泻。还有一个呢，就是骨骼系统了。那金生水，肺虚及肾，那肾主骨生髓。那此年呢，需要防范骨质疏松啊导致的这种病理性的骨折，还有腰椎脊椎疼、骨头关节疼，什么腰间盘突出，这种东西的急性发作。还有的人呢，会发生下颌关节紊乱的这种问题，同时呢，也会因为牙为骨之余嘛，对吧？那牙周炎啊、牙齿松动啊，这种问题也会加剧。再一点呢，就是皮肤系统，那肺主皮毛的功能失调，将不再是小范围的这种干燥和瘙痒，那可能会表现出什么呢？顽固性的湿疹，什么银屑病啊、牛皮癣呐，这种急性的发作啊，还有一些皮肤划痕症啊等等很难根治的皮肤病，且伤口的愈合能力呢会变得差啊，很容易产生复发和感染。第五点呢，就是壬水日主了。那壬水呢为阳水，为肺水滚汤啊，肾系统与泌尿系统的危局。那壬水通和，刚中之德。然而呢，丙午年啊遇到双火夹攻，形成了命理当中的著名的火旺水干格局。那壬水日主呢，本应克火为财，但水火力量悬殊，反成杯水车薪之象。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肾属水，为先天之本，内寓元阴元阳。当肾水呢被烈火蒸腾，则出现了龙雷之火上奔，真阳之气下陷的复杂病机。
那这个呢就不是简单的肾虚了，而是更加危重的前兆，涉及全身的水液代谢、能量储存与生殖系统的一系列的疾病。那如果从面相上来说呢，耳廓焦黑反飞，那这个就代表着肾精耗竭，元神不顾。那耳为肾之官呢，在面相学当中呢，更被称之为采听官。那一个人啊，先天的元气和寿命的长短都直接相关。那健康的耳相呢，应该是饱满红润、贴脑而生的。如果见到耳廓瘦小干瘪颜色黑如焦炭，那晦暗无光，或耳廓反向开张，我们也叫反飞，此为呢肾气败绝之象。那相书有云呢，耳黑如炭，肾气已绝；耳反无轮，祖液如水。中医认为呢，这个就是肾精耗竭、元阳不顾的危症。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那肾精不足呢，则耳失所养。如果你的耳朵呢出现焦黑色，主肾阳衰微；如果晦暗的话呢，主水湿内停。耳廓反飞更是先天元气不顾的这么一个体现。那如果出现这种象呢，不仅是代表着肾功能的衰退，更深层着意味着下丘脑到垂体到肾上腺轴的调节功能紊乱，是肾上腺皮质功能衰退、肾功能不全、重度疲劳综合症的重要表现。还有一种呢，叫眼下黑肿如卧蚕，这叫水不治火，浊阴上犯。那下眼睑呢，在面相学当中被称为男女宫，主肾气与生殖功能又称为泪堂嘛。若见持续性的浮肿发黑，颜色深沉如烟熏，形似卧蚕，那此为水不治火的典型表现了。那黑色主肾，肿为水停，这个呢是肾虚导致水液气化无力的直接证据。那中医认为呢，这个是肾阳虚衰、水湿泛滥的铁证。那《金匮要略》当中提到呢，肾者胃之官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肾阳不足，则膀胱气化不利，水湿停聚，浊阴之邪随经上泛于目下。那此面相者呢，其内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电解质紊乱和内分泌失调，是肾病综合症、甲状腺功能衰退，然后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个主要表现信号。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人中平坦短缩，这个叫任督不通，生机将绝。那人中呢，在面相学当中呢，被称为子庭，是督脉为阳与人脉也就是属阴的这么一个交汇之处，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活力和生殖的潜能。那正常呢，应该是身长清晰、棱角分明的。如果见到长度明显短于正常，那此为阴阳离绝之凶相。那相书当中就有警告了：人中平满，子息艰难；人中短缩，天年不久。那中医认为这种现象呢，直接对应着冲人亏虚、天癸截止的终极阶段。那人中形态呢，反映了人体最重要的两条经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任督二脉的通畅程度。那此面相呢，意味着患者的生殖还有内分泌系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是卵巢早衰、精子质量异常然后性功能障碍以及心脑血管出现意外的一个极高风险的标志。所以呢，当你出现以下现象的时候你在本年就要格外注意了。一个是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就是很可能就会超越普通的炎症，需要警惕肾功能进行下降或者一些肾病的综合症，还有一些泌尿系统肿瘤的风险。那在生殖系统方面呢，男性就需要防止这种急性的前列腺炎，什么精索静脉曲张。那女性需要注意什么呢？什么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恶化还有什么子宫内膜病变，还有等等深层次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骨骼和神经系统了。那肾主骨，生髓，通于脑。那此年呢，需要极端防范，因为骨质疏松所导致的一些问题，比如压缩性的骨折什么腰椎脊椎疼，对吧？后槽牙疼、牙龈的萎缩那在神经系统方面呢可能你的记忆力会断崖式的下降，耳鸣如蝉，顽固性的失眠等等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全身的机能状态典型的上热下寒格局呢，将进一步的恶化。那表现呢，就为头面烘热口腔溃疡以及腰下冰冷，夜尿频繁并多见。
那精力呢将进入启动困难、续航不足的这么一个模式，一些很小的轻微活动就很容易感到疲劳了，很容易出现充电8小时，使用5分钟的能量危机。